好，今天的直播呢，這是2026年6月10號。各位同學晚安，我是朱學恆。1998年呢，我初讀張忠謀自傳，這是這一本書的上冊。當時我覺得書末的建言好東風啊，台灣一片光明，要這些幹嘛呢？到了2025年呢，我在北監重讀那本書，這才發現當時張忠謀啊，早就在書裡面寫了一段是給當年的政府跟後續的政府，結果沒有一任政府伸手接住了這個交代。來，今天的萬事通事務所正式開始。我們今天的重點是講一封關於1997年9月的信。那封信寄給行政院長，卻被整個國家當作耳邊風。如果你聽到我的聲音清楚而穩定，聽得到處方簽3個字的尾音，聽得到我說24.22億的時候，每一個數字都沒有粘在一起，那就表示今天的設備正常。聽不清楚的同學，可以在聊天室打個1，讓你各位調整完再進正題。今晚的故事很長，在時間跨度上，從1968年講到今天早上，橫跨58年。請各位把你的水泡好，請各位做好準備。我也要泡一下我們的蜂蜜水啊。雖然我感冒已經好得算很快了，但鼻塞還有喉嚨的部分還沒有完全解除，所以要請各位見諒一下。但還好，首先要先念個定場詩：先知一信27秋，神山獨木稱孤舟，國鼎運旋星火地，傳到忠謀火便休。嚴格來講，不是到張忠謀這個聖火停了，而是後面的人沒有接下去。這件事情很無奈，但是我們就這樣子好好的講下去。來，我先說一件丟人的事情。1998年，張忠謀自傳上冊出版。那一年呢，我20幾歲，台灣股市熱得發燙，半導體正要起飛，我電機系讀了5年，快要畢業了，整個島嶼洋溢着一種我們什麼都做得到的氣氛。我買了那本書，一路讀得津津有味。德州儀器、史丹佛半導體草創，那個年代很精彩，而且張忠謀自己其實想要成為文學家，但後來沒有機會。那所以他這一本上冊裡面還貼了他以前1950年代寫的小說呢，很有趣，一個很文青風的作品。那附錄呢，他還加了一篇，除了他的小說之外，還加了一篇叫《發展台灣科技業》的文章。我記得我當時的感想是：哎呦，好東風啊！怎麼講那麼老套的東西？又要讀聖賢書了，是不是？什麼基礎建設，什麼教育改革，什麼心靈改造？拜託，1998年的台灣需要這些嗎？我們是亞洲4小龍，我們有竹科，我們的未來一片光明。一個快70歲的老先生還在那邊憂國憂民，我心裡想的是老人家想太多了。然後我把那本書合上，27年沒有再打開那本書，現在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等到2025年，我在北監的書籍是管制品，一個人一個月只能收到3本新書。我重讀這本書，腦裡面的時間很多，多到你會把一本書的附錄都全部讀完，一個字一個字都讀，多到你會把27年前自己跳過的段落，一個字一個字撿回來。讀到同一篇附錄的時候，我在腦裡面那個制設的那個板凳上坐了很久，
窗外是高牆，手上是1997年的台灣，兩個都回不去了。同學，我那個時候才懂，那不是一篇東烘的文章，那是一張診斷書，一張在1997年9月就開好的診斷書，上面寫着台灣這個病人呢，30年後會死於哪幾種病，而30年後的我跟你們就活在那幾種病裡面。這本書我強烈建議應該要分開來看，先看完上冊喘個氣，再看下冊。我們先講這封信的身世哦，因為它的身世本身就是一個故事啊，它怎麼出來的？文末的落款寫得清清楚楚，此文係於1997年9月應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之邀而寫，未曾對外公開發表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演講稿，不是投書，是一封寫給國家掌舵手的私人諫言。隔年呢，1998年，他隨着自傳上冊的附錄出版。從那一天起這封信就攤在全台灣每一家書店的平台上面。所以請注意，這不是一封被埋沒的信，不是寄不出去的信，不是寄掉的信。被埋沒呢，還情有可原，但是這是一封公開了27年的信，27年哦。從蕭萬長、唐飛、張俊雄、游錫堃、謝長廷、蘇貞昌、劉兆玄、吳敦義、陳沖、江宜樺、毛治國、張善政、林權、賴清德、蘇貞昌、陳建仁到卓榮泰，每一任行政院長的幕僚理論上都買得到這本書，沒有人認真對待，攤在陽光下27年被無視。這比被埋沒更難看，而寫信的人呢，今年已經94歲了。這裡我要先說一件事情，要闢謠啊，而且要嚴肅的闢謠。今年2月，網絡上瘋傳一篇所謂張忠謀的告別信，講什麼健康狀況、人生體悟，離世後不留股份。我知道有些同學看過，有些同學還轉傳過。我現在告訴各位，那是假的。查核機構已經查證了，那是假借名人名義的冠名假訊息。台積電方面也澄清與本人無關，甚至那個訊息裡面好像是說，你填個資我就送你一本這個書，就假的，就騙人。台積電也澄清了，連一個94歲的老人的告別都有人要拿來造假帶風向。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張忠謀要說要心靈改造，結果台灣的心靈改造越改越糟糕。來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第4014號報道，把這一個假信分析得很清楚。第一個，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執行長彭冠宇親自澄清，不是本人寫的。第二，造假的人連功課都懶得做，假文裡面寫的書名叫《我的自傳》，拜託，這本書叫做《張忠謀自傳》，連書名都抄錯。第三，也是最惡心的，這篇文最早在2025年11月就在流傳，當時文末還掛着釣魚連結，宣稱可以免費領取張忠謀自傳。騙的是你的個資，今年出了版本，把連結拿掉了，文字繼續騙感情，一封假告別信，先騙眼淚，再騙個資，最後衝上那一周闢謠排行榜的第1名。心靈改造這一味藥開了29年哦，沒有人吃，沒有人開，這就是病程啊。真實的狀況是什麼？去年台積電運動會，張忠謀缺席了，媒體解讀是椎間盤突出，腿腳不便。今年3月24號，張淑芬女士公開說，她復健狀況越來越好，讓大家放心。94歲還在做復健，還在看書，但可能沒有時間看我們的直播，這是查證過的事實。
科學終將勝利，假訊息就該死在查核報告裡面，不要再傳了。所以今晚的這一集呢，是一場生前的致敬，不是告別。我在北監讀完上冊的時候，在筆記裡面我寫了最後一句話，但我還沒看到下冊，不知如何結束。因為北監的書其實很少，我剛講過了，每一個同學一個月就只有3本，那你這個月3本讀完要等下個月，所以我進去的時候書是已經出了，下冊已經出了，但是我只有拿到上冊，上冊看完之後，我正在排隊等下冊，等着等着我就出監了，所以我沒看到，我到這幾天才把它讀完。來，我們也替當年牢裡的自己，替監熒幕前的各位把下冊讀完，然後我們一起來驗收那封信。他開出來7帖藥方，30年了，一條一條驗，我們要冷靜沉着的驗，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那這個才是重要的，怎麼會這麼重要的人寫了一封信，全台灣沒有人聽？我覺得台灣的病症哦，從1997年開始就有了。先說結論，今天的結論一樣很冷酷。他開出來7個藥方啊，只有1個活下來，而且活下來那一條不是政府救了，是病人自己爬起來救的。來，這個我們先把這一封鍾謀的信講清楚。鍾謀的信是怎麼搞的？他是1997年9月，蕭萬長跟他講說：“Morris 啊，可不可以寫一封信給大家做個建言？”1997年9月他寫了，從來沒有公開發表。到1998年的時候，隨着上冊附錄出版，中間有27年歷任18任次的行政院長，到今天內容的7條建言，7味藥裡面呢，只活了1條，而且還是台積電自己做的。來，我們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故事之所以有趣，是因為它的概念跟張忠謀很愛的邏輯有關。張忠謀很愛莎士比亞，張忠謀很愛傳統文學，那所以呢，你要搞懂這封信為什麼那麼重要，你要先懂寫信的人是怎麼被請來台灣的。這段歷史呢，張忠謀自己在2023年李國鼎講的致辭裡面講過，他說那是一出3幕劇。而且他特別強調，這出戲的主角不是他，是李國鼎，是李國鼎。序幕開在1968年，那個時候我還有7年才出生。張忠謀當時是德州儀器的主管，來台灣為了德儀設廠圈子，他根本沒有住在台灣過，他從逃難之後，在上海待過，在香港待過，然後就去了美國，所以他對台灣是沒有任何情感的。當時他來台灣是為了德州儀器要設廠，那個時候是設在中和。那個時候他見到了經濟部長李國鼎，兩個人第一次見面就吵架，為了設廠地點，為了智慧財產權，李國鼎跟美國人寸土不讓。第一個為什麼？因為當時來的人呢，是張忠謀的上司，他說：第一個，你用了智慧財產權，你用了廠，一定要都用我的，然後我們不會授權給你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要中和那塊地，我就要，你現在要給我。但是李國鼎寸土不讓。1968年的台灣官員敢跟全球最強的德州儀器半導體公司拍桌子談制裁權，你記住，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講到2025年的台灣官員面對美國的姿態，你自己對比。第一幕呢，1976年，因為1968年這一件事情不歡而散，過了一整年之後，到1969年了，李國鼎才說好了，搞定了。
但是那個時候德儀已經決定要去新加坡，新加坡已經把廠房跟地跟人工都替他準備好了。那好，到了1976年，費葉邀請張忠謀來台灣演講，李國鼎聽完演講，馬上主動接近張忠謀。50年後回憶這一段用了3個字：有預謀啦。李國鼎從那一天起就在布局，他看上的才不是這一場演講，他看上的是一個人，一個把台灣從加工出口帶進技術時代的人。1980年，德儀的精神領袖海格鼎得癌症過世了。李國鼎的政治嗅覺立刻啟動，他判斷張忠謀在德儀的日子不會太久了，收網的時候到了。收網是什麼？收網就表示一切要開始慢慢準備了。我後面這張圖就是讓你看一看到底是怎麼樣子的一個長時間安排。1968、1976、1981、1982，但是慢慢的，懂得張忠謀的重要性的人一個一個倒下，有的退休，有的腦溢血。但是我國當年的官僚很努力的在想辦法。來，1981年呢，李國鼎說服德儀的新任董事長，讓張忠謀來台灣參觀1周。張忠謀回美國，因為那個時候請他來參觀，是一直說要請你給台灣提供建言。張忠謀寫了一份英文報告，他自己後來坦白說，那份報告對台灣工業其實難以恭維，而且我寫的內容沒有一個被採用，但報告根本不是重點。李國鼎要的是把人拉回台灣現場，親眼看一遍。這個魚已經聞到餌了，他知道有人要對我挖角出手 ，Headhunter 已經在動了。第二幕，1982年，當年我7歲。釣魚的人要收線了，結果線斷了。行政院長孫運璇親自出面，給張忠謀一個正式的工作邀請。孫運璇說了一句話：“原則上不會讓你吃虧。”各位，張忠謀後來怎麼評價？他說：“外行。”因為張忠謀當時的主要收入不是薪水，是德儀的股票選擇權，他的賬面上還有200-300萬美金沒有兌現。德儀也不准你留職停薪，台灣公務體系的薪水表跟國際級 CEO 的市場行情中間差了一整個太平洋，談判破局了。那個時候他們還會想，到底怎麼會這樣？我都開這麼好了，怎麼不接受嘞？因為實在少太多了，沒辦法接受。那為什麼沒辦法接受？就是因為市場差太多了。談判破局，然後李國鼎寫了一封信，一封張忠謀形容為很憤怒的信，說：“我都開了這麼好的條件，居然不來。”兩個人關係就這樣中斷了3年。你看，連李國鼎都談崩了。求財這件事情從來不是請客吃飯。然後命運開始倒數了。1984年2月24號，孫運璇在書房準備立法院報告時，腦溢血倒下，從此退出政治第一線。台灣失去了一個可能的接班人，而延攬張忠謀這件事情突然從重要變成緊急，因為懂得張忠謀重要性的人正在一個一個倒下。第3幕，1985年8月，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飛到美國，三顧茅廬。張忠謀後來說：“
你只來2次，不能叫三顧茅廬啊！因為我當時住的就是川普大樓50幾樓啊，只比川普低個幾十樓，不是茅廬啦，沒有很寒酸啦。結果徐賢修來的時候，張忠謀說：“怎麼來不是李國鼎？”3年前那封信很怒，2個人都還記得。但這一次他答應了，54歲放下美國的一切，接任工研院院長，然後上任才3個禮拜，李國鼎就把他叫去說：“我們要辦一家半導體公司。”你知道張忠謀後來在回憶錄裡面描述的是什麼？是我跟命運有一個約會。他第一次的約會是去德州儀器 （Texas Instrument）， 第2次的約會是回台灣。接下來2年是整出戲最硬的部分。光看商業模式本身有多孤獨，張忠謀在工研院的辦公室想出專業晶圓代工，一家只做製造、永遠不和客戶競爭設計的半導體公司。這個主意在1985年的世界是什麼待遇？全球大廠的高層聽完，反應從禮貌的沉默到不禮貌的訕笑。他帶着計劃書去找錢。英特爾搖頭，德儀搖頭，日本人搖頭，憑什麼相信一個只幫別人代工的廠能活？時任行政院長俞國華開了條件，他說：“因為我們在國內募款很困難，所以你得要找到一家有 IC 技術的跨國公司入股，我才放行。”於是有了跟飛利浦那場馬拉松談判，公司命名、營業範圍、技術移轉、人事權、飛利浦日後的承購權，一條一條磨。然後是張忠謀講了最清楚的那句話，他說：“晶圓代工的商業模式是我的主意，但是推動說服政府投資一半的是李國鼎，沒有他的推動，不會有台積電。國內企業根本不想投，李國鼎用他事業末期謹慎的政治資本，一家一家去拜託，那種官威猶在、人情將盡的拜託，硬是把民間認股額度壓了出來。那個時候，王永慶說這個什麼東西根本不要，好不好？根本不需要，但是因為人情，硬是把它凹來投資了台積電，就後來台積電上市沒個幾年，它就賣光了。如果留到現在，大概賺了2-3千倍吧。但是沒關係，傳統產業嘛，沒關係。所以他把行政院開發基金壓進去48.3%，飛利浦技術入股27.5%。1987年2月21日，台積電成立，登記資本額約14億新台幣。隔年，李國鼎退休，一個政務官的最後一份大案是一家當時全世界都不看好的公司。各位同學，你看懂了嗎？孫玉璇是中風前還在等他回信的人，李國鼎是政敵環視，事業進入倒數，還硬把一家沒人看好的公司從公文堆裡面推出來的人。那一代的政府官員是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當聘金，把張忠謀娶回台灣的。現在我問各位一個問題，不用回答，你放在心裡就好。今天的台灣，哪一個政務官敢為一家還不存在的公司賭上自己的仕途？這就是三幕劇的真正結局啊！戲演完了，可是劇本的下半部，那封1997年的信，沒有人接着演。來，這邊我要跟各位講一下，我跟你講，因為自從我長大以後呢，我看張忠謀都是這個仙風道骨的樣子，對不对？都是很禮敬、很冷靜，滿頭白髮，然後這個書的這個冊分非常非常的客氣，但是上冊沒有寫，下冊你看張忠謀以前在德儀的時候有多麼剽悍啊！
你自己看他的長相，我覺得長得很像傅滿洲，就是整個當時的媒體把他拍成一個壞人的樣子，我沒想到張忠謀又有這麼年輕，看起來這麼兇狠的樣子，是不是了不起？很有趣吧？所以有的時候看書這個看到的史實都是很精彩的。這個是張忠謀跟 Mike Pence， 然後跟李顯龍。張忠謀要退休了，跟台積電的董事拍照。然後張忠謀回 Stanford， 看到沒有？角落有一個頭髮還沒有全白，穿着皮衣，看起來很像小伙子。這人叫黃仁勳，然後這邊呢是遠見論壇裡面，他跟誰呀？這個 Summers 在對嗆，兩個人的立場不一樣。Summers 說，20年後 iPad 肯定取代傳統教室黑板及教授的親身受教。現在12年已過，張忠謀說：“我想還是對的，因為沒有那麼快取代了，沒有那麼快取代了。”來，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繼續講到章節的後半段了。來，我們翻看下冊，先講一個規格。媽幹，那個誰 ，ChatGPT 在我查資料的時候發瘋，跟我講說有沒有38章，沒有啦，34章啦。34章裡面最重的一章是第32章，章名取自於曹操的詩“老驥伏櫟，志在千里”。張忠謀在新書發表會親口說，他在這一章裡面3次引用了莎士比亞。一個93歲的半導體教父，把他一生最痛的一段交給400年前的英國劇作家來收。今晚我們講其中2句，第3句也留給各位自己翻書，算是我們幫天下文化打個書。畢竟我在北監等那麼久，最後沒看到，最後還是逃不掉，要自己花錢買，所以這一本是自己花錢買的哦。來。故事從2009年開始講起，金融海嘯，全球訂單蒸發，台積電當時用績效考核的名義，讓800多名考績不佳的員工離開，社會輿論炸鍋，員工到張忠謀家門口舉牌，媒體說台積電變了，說那個不裁員的台積電死了。然後2009年6月，78歲的張忠謀做了一個決定，自己回來當 CEO。回任之後，第一件事情承諾願意回聘被離開的員工，把人心接回來。他後來受訪講過一句話，我認為是整部下冊裡面最重要的管理學。沒有經驗的執行長在景氣衰退的時候，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膝反射式的裁人。各位把這句話跟那800人記住了。第5章我們會再回來，我們再討論魏哲家 CC 魏跟現在的狀況。17年後，幾乎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個職位，這一刻被用另外一種方式重新攤開來考了一遍。而且各位要知道，張忠謀當年已經退休，再回國接手的台積電其實不健康啊。32章的開頭就是一個爛攤子，40奈米製程良率出包，最大苦主是誰？對，輝達，就是尖生晃，就是黃仁勳的輝達，晶片良率不到位，這個輝達那時候產品有一大堆壞掉。結果各種退款，各種各樣的爆炸，晶片良率不到位，雙方有一個賠償懸案，張忠謀親自出面跟黃仁勳把這個案子和解掉。各位現在懂了吧？
各位現在懂吧？你看，還有網友說，哇，一個政府投資，怎麼一個經理年40年能搞到2800億財產？第一個，他的財產應該不止2800億。第二個，台積電現在的市值已經是整個台灣 GDP 的240%。你覺得一個創辦的經理人拿2400億太多嗎？你搞錯了，那是太少。魏哲家可能不值這個錢，但是張忠謀絕對值這個錢，因為他回來台灣的時候，他其實已經不缺錢了。2400億算什麼？你給卓榮泰2400億，他能搞出一個台積電來嗎？他搞出一個力積電可能都不行欸。來，張忠謀還要親自出面跟黃仁勳把這個案子和解掉。他打電話給黃仁勳說：“Jensen 啊，下個禮拜呢，我們要去你家，跟你家人先吃披薩。”然後黃仁勳說：“你怎麼現在吃披薩？我們先談案子嘛，先談生意。”他說：“不急，吃完披薩之後，我們去你書房談。”現在懂了吧？為什麼4年後他敢親口問黃仁勳要不要接 CEO？ 為什麼黃仁勳到今天講到台積電，還是一口一個感念？商場上最深的交情，都是一起處理過爛攤子的交情。張忠謀當場承諾，我賠你1億美金，就把黃仁勳給救回來。那個時候，黃仁勳賣顯卡，他的大概整個公司的市值不到台積電的1/100啊。那所以嘞，插完跟黃仁勳的這個衝突之後，張忠謀做的第二件事情更瘋狂。別人在海嘯裡面節衣縮食，張忠謀一口氣把研發費用定在營收的8%，資本支出大幅加碼，召回已經退休的技術大將蔣尚義、蔣爸，全力壓住一個還在賠錢的節點，28奈米。這個時候，他引述了莎士比亞的一句話，也是來自於凱撒大帝 ：“There is a tide in the affairs of men, which, taken at the flood, leads on to fortune。”人生自有潮汐，乘着大潮便能駛向財富或幸運。他判斷28奈米就是那檔大潮，要麼乘上大潮，要麼被淹死。各位，順帶一提啊，你不要以為後面那個 Caesar 拼錯了，沒有 Caesar 在古英文裡面就是這樣拼的。但是大潮之前，先來的是背叛。28奈米初期他良率爬坡爬得滿頭血，就在最痛苦的時刻，大客戶高通失去耐心 ，Qualcomm 跑去扶植第二供應商 Global Foundry 革新，然後回頭又第二供應商壓台積電的價，這已經夠痛了，更痛的在後面。另一家張忠謀形容為忠誠的夥伴的客戶，看到高通這樣搞，我也要降價，那怎麼樣？高通已經這樣弄了，多年的交情了。在報價單前面一文不值。那一刻，張忠謀在書裡面寫下了第二句莎士比亞。凱撒被刺的那一夜，他看見刺客群裡面站着自己最信任的布魯圖斯 （Brutus）， 說出了戲劇史上最絕望的字 ：“Et tu， 你他媽也來捅我一刀！”各位，這一段你仔細想一想，真的讓人背脊發涼，因為這2個字。不只是1990年代某次商業糾紛的注腳，它是一個預言。你最信任的人，在你最脆弱的時候，回頭用刀抵住你。記住 "et tu" 這2個字，
第4章我們講到華盛頓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歷史學家根本不需要寫新台詞，莎士比亞400年前就寫完了。結局呢？台積電咬着牙把良率做起來，28奈米成為半導體史上最長壽、最賺錢的製程之一。高通灰頭土臉的回來了，革新後來連先進製程都退出了。然後下一個來敲門的是蘋果，下一個來敲門的是蘋果。下冊第33章的章名就叫做《蘋果來敲門》，郭台銘牽的線。郭台銘牽的線，然後大家吃了一頓飯，晚餐桌上來了一個不速之客，後來變成台積電史上最大的夥伴。28奈米迎來的不是錢，是把 iPhone 的心臟交給你的那種信任。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78歲回國的老人賭贏了。而這場勝利鋪出來的路，一路通到7奈米的 EUV， 通到今天的2奈米，通到台積電尖端研發這4個字，也就是在他開出來的7個治療狀況，只有這一項唯一活了下來。是誰把張忠謀開出來的藥單救活的？不是國科會，不是經濟部，是一個78歲被客戶背刺、被輿論圍剿的老人，用 at2 的眼淚交活的，竟然也有你，你也在這裡。所以張忠謀後來的台積電100%技術絕不落後，他要讓那些背叛他的人每一個都灰頭土臉，因為只要台積電一直領先，就不會有事，就不會再有被人家背叛他的可能。各位有空的話按個讚吧，目前按讚數只有368，怎麼這麼少？凱撒大帝的那一句話 "There is a tide in the affairs of men, which taken at the flood leads unto fortune"。他因為這句話決定壓住28奈米 ，at2 是高通背叛他、出賣他忠誠的夥伴，也出賣他，才導致的結果。但等等，故事還沒結束嘞，故事還沒結束。張忠謀真的很喜歡文學，所以他引用了莎士比亞。不知道他當初如果跑去寫小說會有什麼成就，不知道。但是等等，我們接下來要講到護國神山是說 no 說出來的。是好幾代人拒絕了很多誘惑做出來的，你可能沒有辦法想象，如果沒有這一世代人夠種拒絕各種各樣的誘惑，台積電可能早就垮了。趕快，我順便念一下抖內啊！來，壞掉龍九說，請支持智慧門鎖系統，擔任阿魯巴老朱，並按讚分享，加權熱推購買商品。請問老朱祝福打氣，謝謝。山宅醫生說，小抖支持新的主題，我們會講台菜哦。這個今天的目標是講台菜，只有20個75元，很容易就達成了。這個 Mr. 阿開始說，小抖的目標支持9哥使用智慧門鎖系統，擔任阿魯巴朱大活動。朱大保重，最近回看直播，朱大的喉嚨實在不是很好，今天好很多了，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、手機熱推，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，都在置頂的這個 Linktree 那個裡面哦。風心說，所有人都說台灣菜好吃，真懷念。風心說，感念孫運璇。Mr. 劉建議說，嗓音聽起來像感冒，生馬鈴薯之準備。
生馬鈴薯汁是用來治胃食道逆流的。柯和風說：“朱大晚上好，注意保重身體，抖個目標，晚點看回放。” TOTW 說：“簡單說，沒有不流汗，依靠人性溫暖福利成功的公司。”子祥說：“感謝前人種樹，後人乘涼，可惜後人砍樹，下一代人曬太陽。”乙一說：“有時候忘記按讚，是因為聽得太入迷。”好，各位不要聽得那麼入迷，趕快回去按個讚，按個讚。還有人在抱怨台灣為什麼沒有台積電大學？因為台塑集團當初不願意投資台積電的，有沒有搞錯？來，讀下冊讀到一半，我有一個想法，就這本書與其說是台積電做對什麼的歷史，不如說是台積電拒絕了什麼的歷史。這個書內容講得很重啊，神山不是蓋出來的，是拒絕出來的。今天我挑4次拒絕講給各位聽，每一次拒絕都價值1兆以上。第一次拒絕記憶體哦，三星的掌門人李健熙來台灣，約了張忠謀，說：“施正榮、張忠謀跟我一起吃早餐。”飯桌上呢，這個韓國的半導體皇帝給了台灣同行一個忠告，不要投入DRAM。同學們，你們分析一下這頓早餐哦。三星的老闆親自飛來勸競爭對手不要進他的廠子，這是好意還是畫地盤？張忠謀在下冊第23章記憶體的誘惑裡面寫得很誠實。當年台灣 DRAM 狂熱，股東壓力、輿論壓力排山倒海，連他自己都承認那是一個無法拒絕的機會的長相。市場夠大，政府要再做次微米計劃，所有人都說不做就落後，於是德基做了，世界先進做了，然後 DRAM 這個市場本質是李健熙最懂的，資本絞肉機。景氣一翻臉，價格就殺到見骨，口袋不夠深的先死。台灣的記憶體夢，最後一家一家認賠收場。德基賣了，世界先進轉型去做代工，對，後來還是回來做張忠謀的本業。還有人對台積電一直抱怨，我告訴你，回家算一下。台灣現在的經濟成長有40%都是台積電，你有種就把台積電抽掉，你不要多說，你把台積電抽掉，台灣的 GDP 瞬間砍掉40%，我們的出口裡面60%都是高科技跟台積電一條鏈的東西，你砍啊，我笑你不敢，你去把台積電抄家滅族我都不管。但是如果你這麼愚蠢，連台積電現在已經變成台灣不可或缺的唯一支柱的時候，你還不知道，還在那邊講，哎呀，以為賺了幾兆不用再優惠了吧？你現在砍了，台積電就垮，就這麼簡單，因為全世界都要你，而你現在敢砍給台積電的優惠，他馬上就搬走了。所以我說，眼光短淺，難怪只能在這邊當屁民留言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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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不是，我不是要拍台積電馬屁，媽的，台積電會分我錢嗎？但是台灣過去的獨重一味的結果，導致現在台積電不能倒了，沒有辦法垮了，而且你只要一減掉它的優惠，它馬上就去新加坡，它馬上就全部移去日本，它馬上就全部移去美國，是你需要台積電，還是台積電需要你？對啊，用老講，媽打仗都不一定把 GDP 降40%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長點腦？你講那個東西，你以為我沒想過嗎？我也覺得產創條例一直延伸不正確，不夠好。可是當你現在搞成台灣只有台積電的時候，你把它丟了，你全國都完蛋了。所以我說嘛。
屁民就說垮就垮了，要搬要好幾千億美元，幹他在乎哦？他媽的，各國政府會幫他出那好幾千億美金，但幸好我們的執政黨雖然笨，沒有你那麼蠢，好不好？麻煩你回家去睡一覺，等你起床的時候，大概也許你會活在一個沒有台積電的世界，然後你會跑去種甘蔗。來，所以啊，台積電因為頂住了誘惑，守住了不跟客戶競爭的代工鐵律，活成了今天的台積電。順帶一提，30幾年後的今天，韓國對手還在喊10年後超車台積電。魏哲家今年股東會的回應是：我只覺得他做夢，歷史是個圓圈。但魏哲家最近也太嗆了吧？如果以他現在的表現，是時勢造英雄啊，不是英雄造時勢。第二次拒絕，哦，這更妙了。2007年的時候，就在金融海嘯前一年。高盛合夥人宋學仁帶着一個提案來找張忠謀，管理層收購，出資700億美金買下台積電所有股票，一半用貸款槓桿，管理層大幅增持。講白話就是讓張忠謀跟經營團隊變成超級富豪。張忠謀跟當時的 CEO 蔡力行商量之後拒絕了。張忠謀後來的評語只有一句：假如做的話，這就是很壞的事。各位，700億美元的誘惑，而且你的管理層可以無上限持股，持股到什麼程度？到你變成公司的最大持股者，僅次於你的投資方都有可能。那一次拒絕是人類商業史上最昂貴的一次拒絕發財，也是最便宜的一次買良心。第3次拒絕是別人拒絕他，而且是一個預言很準的拒絕。2008年呢，張忠謀想邀請英特爾退休的董事長貝瑞特，他邀請的時候，貝瑞特還剩3個月退休，所以他通知了貝瑞特說：“我再想想，等到最後真正退休時間到了，他說我可以考慮。”但是因為張忠謀一輩子把英特爾當朋友。創業的時候，英特爾來敲門認證，葛洛夫來查廠，挑出200多個毛病，最後下單背書，一家伙把台積電扛進了國際市場。可是貝瑞特拒絕了，理由冷冰冰，但卻準確得很。他說：“我們2家公司遲早會變成敵人。”各位，英特爾比張忠謀更早看穿了代工模式的終局，台積電會強大到跟所有人為敵。10幾年後 ，Intel 換了基辛格上台，公開跟台積電叫板，貝瑞特的預言一字不差的兌現。第4次拒絕更有趣，先生晃啊，黃仁勳那個時候不是剛賠完錢，4年之後，他想說，那我們找黃仁勳來工作，來我們公司好不好？讚吧。下冊第34章交棒的規劃裡面揭露，2013年張忠謀2度詢問黃仁勳要不要接台積電執行長，黃仁勳怎麼回的？他說我已經有工作了，就這麼一句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張忠謀寫書寫到這一段，他還特別問黃仁勳說：“你覺得我可不可以寫這一段？”黃仁勳怎麼回？黃仁勳說：“CC 魏會不會介意自己不是第一人選被公布？”各位看這3個人，格局不一樣，格局不一樣。問的人坦蕩，被問的人念舊情，被比下去的人後來也接了班。順帶補一刀，今天的新聞：魏哲家今年股東會被問怕不怕黃仁勳來台灣搶人才，他說我不怕他，還虧黃仁勳說薪水很好，就幾個人講出來的數字好看而已。真是這樣子嗎？好啦，隨便啦，你開心就好。所以啊，來，但是故事講着講着，4次拒絕，就一路來到了不一樣的方向了。
因為在那之後，沒有人延續這樣子的風氣跟可能性。4次拒絕講完了，各位看到是同一條軸線。1989年他們拒絕 DRAM，2007年拒絕700億收購，跟英特爾相敬如賓，直到無法避免。2013年被黃仁勳拒絕之後，認真建制度交棒。張忠謀一生的每一個關口，都把公司的長期放在個人的短期前面，錢、面子、權力的延續，全都可以拒絕。記得這個品格坐標，因為下一章開始我們要講的是，當拒絕這個能力從台灣的決策層消失之後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各位提醒一下，我們現在有800多人在網絡上，請大家記得按讚，好不好？壞掉的紀元說：“老朱，你有沒有去看醫生啊？去做個口鼻抽痰跟吸入治療會好一點啊？最近沒空去看，而且快要好了。” Elon Musk 說：“這集一定要看，收穫滿滿，很用心，祝大早日康復。” Natasha， 謝謝你的抖內。這個蔡兆和說：“加護病房 Day 5，請大家為辛苦的護理人員加油打氣，朱大也要加油打氣。”好，沒問題。剛有網友問說良率的問題，我跟你講，你看了張忠謀書才知道，你到德州儀器 Texas Instrument， 它一開始的良率是多少？15到20%， 15到20%呢。然後結果等到日本去之後，馬上良率提升到40到50%。你很難想象吧？一開始的晶圓良率真的是手搓晶片，結果嘞，手搓晶片最後敵不上整個世界的變化，後來就從美國移走去日本，日本移走去韓國，韓國移走去台灣，最後台灣現在的良率可以高到8、9成嘞，你說是怎麼樣？來，我們接下來講到第5條的變質了，也就是張忠謀所面對的世界改變了，台積電面對的世界改變了。小天說，很多青鳥有說台積電被國民黨弄到中國，朱大怎麼看？台積電遲早要去，而且他去的時間還是拒絕了美國、日本跟德國，而現在台積電被拆分到熊本、德勒斯登、亞利桑那，你覺得有比較好嗎？你個白痴，你讓人家什麼民主同盟保護你的原因都消失了，這叫比較好哦？這叫比較好，沒有這回事啊！一個北蘭，哎，時間回到1995年了，張忠謀在文章裡面幫台灣半導體開了6條策略，這六條收在上冊。我那時候在北監哦，我還一條一條抄下來，幹我超認真的，因為當時沒事幹。第一個，保持生產優勢。第二個，以世界市場為目標；第三個，世界級的經營方式；第四個，增強研究發展，爭取智慧財產權；第5個，爭取政府的繼續支持；第6個，跟國內外公司結盟。30年後驗收，前4條台積電全部都做到了，而且做到當年張忠謀自己都不敢想的程度。全球最先進製程90%以上的產能，蘋果、輝達的命脈，2026年第一季稅後純益5724.8億，年增58.3%，毛利率66.2%，三項全部創歷史新高。市場是公平的，你交給市場的策略，市场连本帶利還給你。Fan 7976說首次抖內，感謝朱大的分享。來，今天故事真的要聽完。第5條呢，當時張忠謀寫，我也抄下來，叫爭取政府的繼續支持。這一條30年後發生了化學變化。1995年
張忠謀寫這一條的時候啊，他是怎麼想的？他腦中的政府是押開發基金48.3%的李國鼎，是中風前還在等他回信的孫運璇。政府支持的意思是政府當你的後盾。2025年這個詞換了，真正支持台積電最用力的政府，而變成了美國政府。而他支持你的方式是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咔咔。我把時間軸攤開來，各位自己看。2025年3月4日，白宮記者會，魏哲家呢站在川普旁邊，宣布台積電對美投資從原本的650億美金。加碼到1000億，總額1650億美金，3座新晶圓廠，2座先進封裝廠，1座研發中心，美國史上最大的單筆外國直接投資。川普站在旁邊，有沒有看到笑得可開心了啊？好像是剛賣出一個豪宅的房仲啊，開不開心？開心。1個月後，2025年4月8號，川普在共和黨的活動上面得意洋洋的自曝他是怎麼談下這筆投資的。他說他告訴台積電，你不來美國蓋廠就要繳很大的稅 ，big tax， 最高到100%。各位聽清楚，這是川普自己公開講的。他點名台積電，然後到8月6號，他把這個威脅正式升級成正式政策，對進口晶片課大約100%的關稅，但是已經在美國設廠或承諾設廠的豁免。BB 翻譯成白話，他先用槍指着你，逼你搬家，搬完之後宣布持槍搶劫合法化，但本社區住戶不搶，而且這把槍的口徑還會自己長大。8月中旬呢，川普又放話，晶片關稅最高可以到300%，100%不夠看，300%才有戲劇張力。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談判模式很熟悉？喊一個天文數字嚇死你，然後仁慈的收一個他本來就想要的價。地產商的老把戲，只是籌碼從曼哈頓的樓換成了台灣的命脈。對了，拜登時代的晶片法案補助呢 ，Chips Act。390億美金的企業補助，川普政府沒有廢除，因為法案有國會兩黨共識，廢不掉。但他們成立了一個美國投資加速辦公室，接管主導權，然後用最陰的一招拖撥款進度，刻意放慢，逼你重談條件。我給這招取個名字啊，叫做疲勞戰術。不跟你撕破臉，就是讓你領不到錢。同學們，這跟李國鼎的支持是同一個中文字，卻是兩個物種。一個是把自己的生命押給你，一個是把你的命脈押給他的選舉。這裡要做一個重要的數字勘誤，因為連我自己在北京的筆記都寫錯過。網上流傳台積電赴美投資3000億美元，這個數字的出處是川普2025年8月接受財經媒體專訪的時候自己喊的。台積電從頭到尾沒有證實，官方公告的數字自始至終是1650億美金，3000億什麼？3000億是房仲把你家3房2廳講成地堡，講給他自己的選民聽的，口說無憑。但問題是，如果你真的了解，川普的話，他可算是言出必行啊。所以現在到底是1650億美金還是3000億美金，這事兒可說不準。好啦，台積電有沒有反抗？有。2025年5月，台積電正式致函美國商務部門，白紙黑字的講，你要是對台灣晶片課關稅，市場需求會被打趴。亞利桑那那1650億美金的擴產承諾可能生變，傷的是你美國自己。來，這個信是21世紀版的 At2。
只是這一次捅刀的不是高通，是口口聲聲要保護你的華盛頓，而台積電學會了一部分當年張忠謀的本事，很痛，但是不貴。最後的結局還是時不我與。2026年初，台美貿易協定定案，台灣輸美關稅15%不疊加，但是撐不了7天，媽一切全部重來。15%換來是什麼？亞利桑那那一場的4奈米已經量產，營運第一個完整年度就獲利約5億美金，外媒轉引申報資料是5.14億，美國設廠必虧，因為張忠謀說，我以前在那邊蓋了一個廠叫 Tech Wafer 科技晶圓，結果虧錢。但是問題是，亞利桑那那一場4奈米量產，營運第一個年度獲利5億美金，外媒轉引申報資料是5.14億，美國設廠必虧的最後一張護身符也沒了。2廠3奈米目標，2027年下半年量產，3廠今年5月5日封頂，規劃的是2奈米等級以下。4廠跟第一座先進封裝廠，按今年5月技術論壇的說法，可望年內開動。5座廠加封裝，整個台積電艦隊都在沙漠裡面成型。而台灣這邊2奈米去年下半年量產 ，A16 今年下半年接棒，最先進的目前還留在島上，請各位把目前這2個字圈起來，因為亞利桑那3廠規劃的。正他媽是2奈米等級呀、啊，所以啊，你到底要信哪一個？我不知道，請各位好好的思考。只要 A16 在美國本土投產，最先進在台灣的這句護身過就要重新來過了。沒有護身咒，什麼都不是。第6條呢？張忠謀當年說要跟國內外公司聯盟也兌現了，只是聯盟變成了聯姻，還是指腹為婚的一種等價交換了。各位用15%的關稅優惠換5座廠漂洋過海，這個賬到底划不划算？每個人心裡自己算。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：1995年那一條爭取政府的繼續支持，30年後被改寫成政府爭取你的繼續支付啊！唉，太悲慘了。你看看亞利桑那艦隊的進度表，什麼東西都在不樂觀。但是現在的政府跟媒體能騙你一時是一時，能糊弄你一時，多1秒他都開心。這怎麼跟他講？沒辦法說道理。目前按讚人數才566哦，各位媽800多人按讚人數媽1萬多哦。来，各位，這個是我們今天帶貨的產品，叫做帥氣環切。轉一下，幹簡直，不好意思哦，轉一下就這樣子可以直接吃了，好不好？這是我們今天帶貨的芒果，這個屏東獅子鄉的獅子好芒。所以啊，來，今天的真正的主體要來嘍，各位。侯友算說環切的不是包皮嗎？沒想到侯友算對於包皮這麼熟悉。但環切比較方便啊。
所以啦，你覺得現在台積電有那麼多人到美國去是好事還是壞事？你在有病才會覺得這是好事。來，沒關係。1997年9月那封寫給蕭萬長的信哦，7味要帖。我們現在一條一條開關驗屍，驗屍標準很簡單。1997年他怎麼寫？2026年變成什麼樣？這個來檢驗很方便吧？來，第一位基礎建設，他在信裡面點名啊，土地、水電、電信、交通，甚至員工子女的學校，政府要做到對廠商無憂慮。他還特別提到竹科已經飽和，要趕快推南科。我最佩服的是一個細節：1997年呢，高鐵還在紙上，他已經在信裡面提醒，高鐵的路線經過園區，震動跟電磁干擾會影響晶圓廠，要先想好。各位，一個快70歲的老人替一條還不存在的鐵路跟一座還沒蓋的廠預先吵了一架，這叫無憂慮的具體刻度，這叫遠見的解析度。30年後呢，台積電一家公司用掉全台灣將近1成的電，這不是我講的，是魏哲家今天6月4號股東會親口講的。他還補了一句：台積電繳的電費全國最高。各位那個吃芒果想吃的話，可以進那個我們的連結裡面下訂。產品很好，1箱6公斤，直接寄到你家，好嗎？這個我最近已經吃芒果吃的不亦樂乎，幸好芒果不會中毒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來，他說台積電繳的電費哦，全國最高，每一度都高於台電的發電成本，等於台積電在補貼民生用電。魏哲家說：“我們不抱怨。”我們引以為榮，各位聽出來了嗎？當年是政府保證讓企業無憂慮，現在反而是企業出來保證，我沒有拖垮電網啦，主詞跟受詞整個對調了，缺電缺水變成每年夏天的全民連續劇，這一味藥的下場啊，這個處方我們事務所的同學最熟，綠色乖乖那一集講過了，今天不重複。驗屍結果死亡。第二位，放鬆上市規定，允許員工股票選擇權，這一條是今晚最精彩的，因為它的回力鏢上禮拜才剛飛回來。1997年，張忠謀寫的非常技術流，矽谷有近萬家科技公司，野火燒不盡，靠的是員工認股選擇權，把員工的利益跟股東利益綁在一起。台灣只准股票分紅，缺點有2，不能連結股東跟員工利益，而且一次全發，反而鼓勵人領完就跳槽。29年後，2026年5月底，台積電爆發分紅之亂，公司調整了利潤分配機制，把一部分比重從員工分紅移向股東回饋跟社會投資。基層員工發現分紅不如預期，內網炸鍋，魏哲家取消出差。5月底開了全台41個會場的溝通會，根據與會員工向媒體轉述，會上一句不要只想到錢，把怒火直接點到天花板。然後是上禮拜6月4號股東會，魏哲家定到員工分紅連3年成長3成，今年還會超過3成，但是分紅並非理所當然，妙了吧？妙了吧？來，平心而論，魏哲家的算式沒有錯，分紅金額確實年年漲，漲了3成就是3成。但是各位，你漲了3成，在整體比例裡面縮了2%啊。1997年，張忠謀寫信告訴政府，制度設計的靈魂是讓員工跟股東利益一致。畫面2，畫面2，2009年，78歲的張忠謀為了800個被考績審判走人的員工，自己又回國當 CEO， 說衰退期最忌吸反射式對員工開刀。畫面3，2026年年報揭露董事長薪酬24.22億，
魏哲家澄清哦，他沒有澄清你那個董事會資料上沒寫哦。他說那是董事會一次提列3年任期，後2年還沒領，還說我不會因為錢留下來，但是錢很多，不錯啊，對不對？同一場股東會，他問年薪有沒有超過黃仁勳，他笑說沒有啦。Jensen 身價1700億美金，5兆新台幣，我不知道要工作幾百年才會到這個境界，還叫股東以後看到。Jensen 要對他尊敬一點。魏哲家在股東會後還補了一個對照，南韓記憶體大廠員工尊敬人在爭取分潤。他說那種公司哦，虧本4年賺1年，虧的時候員工根本領不到獎金。台積電是長期永續，年年成長3成，這在台灣任何公司都拿得出手。這個比較數學上又對了。三星模式的確是高起高落，台積電確實是登山纜車。但我不懷疑魏哲家的數學。我懷疑的是溫度。當分紅並非理所當然的時候，從一個年報上躺着24億的人嘴裡說出來，不管後面有多少3年提列的會計注解，員工聽到的不是數學，是距離。張忠謀1997年警告的就是這個距離。當員工跟股東的利益開始脫鈎，當人才發現自己只是損益表上的一個科目，野火就燒得盡了。驗屍結果呢？制度面改了一半，員工分紅費用化上路多年，但靈魂面呢？2026年正在病危通知中。第3個藥方。尖端研發，他提出跳蛙策略，不要跟在先進國家後面做人做過的東西，要看準10年後的尖端。現在就跳，這一位活了，這一個藥方活了，而且活得轟轟烈烈。28奈米的豪賭，7奈米率先導入極紫外光，2奈米去年量產 ，A16 今年下半年接棒，每一步都是教科書等級的跳蛙戰術。但我再問一次前面問過的問題，是誰救活這個藥方的？這個處方是經濟部嗎？張忠謀1997年在信裡就抱怨，政府的科技經費大部分都在做先進國家已經做過的東西，30年後跳蛙跳出世界第一的是台積電自己。驗屍結果存活，但這條命是病人自己救的，醫院掛號費照收，謝謝。第4條，教育改革。謝謝華哥的抖內，華哥為了昨天的那個按讚人數，今天來回報大家，但是其實也只有回報到我，這個沒辦法。來，教育改革這一段話呢，1998年我讀的時候完全無感，2025年在北監讀到。背脊發涼。他說 ，Stanford、Berkeley 40年來隨矽谷一起進步，甚至超越了 MIT。那麼清大、交大有沒有隨着竹科進步？他自己回答，即使有，也不多。同學們，這是1997年的句子啊，2026年的答案是什麼？我們第23集講過 ，Nature Index 全球學術產出前10名沒有台大，更不要說清交，更不要說小弟畢業的中央大學，它的國際排名竟然他媽的給我倒退，比我去讀的時候還要往後掉，這個到底在幹嘛？這到底在幹嘛？我們政府在1997年做了什麼？1997年前後，正是廣設大學的高峰期啊！張忠謀要的是品質，政府給的是數量。大學從1997年的78所暴增到160幾所，平均每縣市攤到7所。少子化海嘯一來，倒的倒，病的病，退場潮一年比一年難看。博士班招生掛零的系所，一年50幾個，基礎科學最慘。更殘酷的是供需錯位，一邊是大學畢業生滿街找不到對等的工作，一邊是台積電年年喊缺上萬名工程師，缺到要把訓練中心開進大學裡面自己教。廣設大學廣出了文憑，沒廣出史丹佛，沒廣出 MIT， 驗屍的結果完蛋死亡，而且是醫療糾紛，病人要的是補藥。醫院堪成了瀉藥，連開20年。請各位記得按讚啊！華哥昨天這麼鼓勵我們，今天又來
湊目標了。我們的目標呢，還剩3個就可以做台菜的標準了。我研究很多台菜的內容，可以講給各位聽。來，第5位，他的藥方開的是內需市場。張忠謀當年警告，台灣缺內銷腹地，上下游不能密切結合，下游都在國外，產業永遠慢人一步，所以要培養內需當緩衝。30年後，台灣不但沒有培養出緩衝，反而把全部身家押進同一條船，內需占 GDP 從約60%一路跌破50%，電子零組件占出口比重占上40%以上，台積電一家公司占台股市值超過1/3，年營收逼近 GDP 的1%。經濟學有個詞叫荷蘭病，台灣的版本應該叫神山症，山越高，山腳底下越沒有別的作物。這一條處方的驗屍結果死亡，死因是營養全部被單一器官吸走了。華哥說那個目標留3個，給各位抖內加一個參與感。第6個處方，生活品質。1997年呢，他就指出了2件事情：物質面、治安、社會供應，掃除黑金；精神面呢，台灣留不住人，因為美國是磁石，學成不歸。30年後，台北房價所得比以內政部口徑約16倍，國際機構算法更高到嚇死人。年總工時穩居全球前段班，生育率從1997年的是 1.77%， 崩到全球倒數第1的等級。至於人台慈禧，當年是美國吸台灣啊，現在變成美國、新加坡、德國、日本一起吸。年輕工程師為什麼走？不是不愛台灣，是台灣的房價、工時跟薪水替他們買好了機票。這個處方的驗屍結果死亡，遺體被房仲先搬走了。第7個處方，心靈改造。這是整封信最東轟的一條。我那時候想說，看怎麼講這麼老派的東西，也是我1998年取笑的最嚴重的一條。他寫台灣社會貪婪短視，投機走捷徑，劣幣驅逐良幣，好人裹足不前，需要心靈改造。2026年台灣怎麼驗收這一條？路透牛津的報告是台灣新聞媒體信任度26%，亞太地區墊底。瑞典的 VDen Democracy 資料庫遭境外假訊息攻擊，這個項目台灣年年世界第一，而且更別提很多假訊息是台灣媒體、台灣的政府自己做的。你去看看鏡新聞被我們台灣駐韓最資深的記者怎麼罵。你跑去採訪極右派的示威，跑去應和極右派，然後說哇，他們歡呼台灣好棒棒，這不是跟法輪功一起跳舞一樣北爛嗎？但是該台現在覺得很開心，該台覺得好多韓國人留言好棒棒，去看看網絡上的討論，去看看還剩良心的媒體記者怎麼看這件事情。你需要更具體的證據？有啊，今年2月啊，張忠謀的告別信被人偽造出來騙流量、帶風向，連告別信都能造假的社會，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完成式。驗屍結果，這個處方死亡，而且死者還在被盜用的名義發完。7個處方都驗完了，我念一次驗屍總表：第一位基礎建設死亡，死於缺電跟輕諾。第2位，員工跟股東利益一致，病危，上周剛發出病危通知。第3位，尖端研發活，病人自救，醫院無功。第4位，教育改革死亡，死於藥方開反。第5位，內銷市場死亡，死於神山症候群。第6位，生活品質死亡，遺體由房價跟房仲代為保管。第7位，心靈改造死亡，死後還被冒名發告別信。
1:6，這就是台灣交給張忠謀的成績單，遲到了27年的成績單。所以今晚的結論是什麼？今晚的結論就是那句話：7味藥只活一條啊，7個處方只剩1個過了。過了的那一條是病人自己爬起來救的，一個人兌現了1條，全島一起欠的6條。神山越高島越空，因為山是用島欠的債蓋起來的。來，我們的目標還剩2個目標就好了。所以你看慘不慘？慘吧。好了，我也把我的那個賺紅錢的狗皮膏藥貼出來啊！各位有空的話，可以這個1元不嫌少，100元不嫌多，因為我要到最後了。我們還剩2個，請大家多多按讚啊！這個每天都催大家按讚，這習慣實在很不好。神山越高，島越空，這真的是很無奈。我們的內需占 GDP 的比已經從6成跌破到5成，台北房價所得比變成16倍，生育率1.77，全球倒數。媒體信任度26%，5分之一的人信任媒體，其他都不信任。所以你看啊，這是不是很荒謬的一個狀況啊？我覺得真的說起來很尷尬了。好了，我們這一章到了這裡，我們要致敬本來跟台灣沒有緣分，但是一路走到這裡，讓大家看到了94歲的老人啊，留給台灣的印象。2025年呢，我在北監讀完上冊，我在筆記最後寫，但我還沒看到下冊，不知如何結束。今晚下冊讀完了，我可以回答當年牢裡面那個自己嗎？很抱歉，可能不行，因為我沒有辦法回應。因為我沒有辦法回應啊，那所以呢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來，我先念一下抖內哦。這個豆豆，我們現在只剩一個75塊了。豆豆說：“謝謝華哥 ，fan 7916，謝謝你的抖內。”謝明峰，謝謝你的抖內。一起嘴炮記錄是說，感謝龍龍酒的花生千層酥，吃過越南的鄉親都說讚。Renka 4919說，台灣給自己的墳挖得越深，神山就越高。哪一天強風來了，土山也會垮呀。啾說，推一個目標，喜歡吃貨主題，老竹這主題讓我很想看這本書。這本書不錯，但是有點硬。你如果看習慣小說，可能會覺得沒有那麼開心。但問題是，你要對照時事，這本書就很值得看。那為什麼值得看呢？因為怎麼說呢，就是一個很無奈的狀況啊。唉，所以啊，你看張忠謀當年開出來的7帖藥方，現在全部掛光光，這要怎麼說呢？老實說啦，我現在出來之後，過了半年來做這一集，大王說今天股市大跌，入場買強勢大立光，小漲小贊助星巴克，謝謝你啊！你今天最近買大立光應該還不錯啊。劉梯兩說，台灣島還在，人心已綠枕，神山人風滑，員工依舊幹。謝謝，我們已經達標了，讚！你只能說台灣是一個舉世滔滔的幸福之地。來，不行。因為這個故事的真正下冊不是2028年出版的那一本，書裡的故事停在2018年，他光榮退休，引用完最後一句，
莎士比亞他把指揮棒放下了，可是台灣的故事沒有停啊，關稅的刀還架在脖子上，神山一座一座往亞利桑那搬，分紅之亂上個禮拜才剛落幕，而那封1997年的信今晚還攤在我的桌上，7個藥方，6條紅線。我這一年呢，我在北監這一年想的最多是傳承2個字，各位想象一下，這條傳遞鏈是孫運璇跟李國鼎把對台灣未來的遠見，連同自己的政治生命交到了張忠謀手上。這一棒交接成功，台灣成長茁壯站起來，成果叫做台積電。然後張忠謀在1997年把他從這座島學到的一切濃縮成7條，寫成一封信，伸出手要交給下一棒。然後呢？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27年來啊，那只手一直伸在那裡，沒有人去接啊。不是信寄丟了，它是一直在那裡。你要怎麼办？張忠謀跟他老婆 Sophie 過得很愉快的生活，因為他們值得。27年，張忠謀的那只手一直伸在那邊，沒有人去接。不是信寄丟了，它就印在每一本上冊的附錄裡面，印了27年，是接力區裡面根本沒有人。孫玉璇跟李國鼎傳給了張忠謀，張忠謀傳給了空氣，一個國家的遠見傳承斷在1997年9月的那一本書信封口上面。從那之後，台灣的政治走選舉導向，學會了大內宣，學會了把神山當提款機跟擋箭牌，就是沒有學會接棒。於是欲言虛旋，島嶼一路走向夕陽，而我們還在夕陽裡面自拍，說天色真美。我必須再丟臉一次，我沒有資格站在高處罵。1998年那封信攤在我面前的時候，我也笑他東轟啊，全台灣都笑他東轟，好不好？這就是真相總是傷人最痛的版本。先知不是沒有出現，是我們所有人都在場，然後我們所有人都轉頭走開，直到我在台北監獄有時間慢慢的看書的時候，我才看懂這封信的苦口婆心，我才看懂了這封信裡面所蘊含的意味。最後回到寫信的人，下冊有一章了，只有薄薄幾頁。第28章，章名2個字叫結婚。2001年70歲的張忠謀跟張淑芬結婚，一個把畢生獻給電晶體的人，在新世紀的開頭，給了自己一張溫柔。今年3月，是張淑芬出來告訴大家，她復健越來越好，每天還能看書。94歲，每天還能看書。各位同學，這比任何財報數字都讓我安心了。下冊的自序，他自己寫的序言，標題叫做“與命運的約會”。這5個字有來歷的，點出小羅斯福1936年那句著名的 "Rendezvous with Destiny"， 上個世代的美國人跟命運有約。張忠謀說他一生赴了2次命運之約。1958年27歲走進德州儀器赴半導體的約。1985年54歲飛來台灣赴台灣的約。第2場約會的聘書是孫運璇跟李國鼎寫的，成果是台積電。發表會上他說，寫這本書的時候常常掉淚，因為他在回憶過去的如意不如意，然後60年的歲月匆匆，仿佛又重新活了一次。一個93歲的人，把93年再活一次，然後一頁一頁交出來。靠，這本書到底多少錢呢？我不知道，我買的時候沒有看價錢。750塊啊！看，好，不能買很多啦。那來
一個93歲的人把他的93年再活一次，然後一頁一頁交出來。同學們，這就是為什麼今晚我們要用這麼長的時間讀他。他17歲想當作家，被父親一句會餓肚子打回理工的路。77年後，他用上下兩冊幾十萬字把他的作家夢討了回來。發表會上，有人問他海明威的冰山理論，文學家說情感要藏7%在水面上。93歲的張忠謀大聲回答說：“我不同意冰山理論，因為我已經把我的情感通通都表達了，通通都表達嘍，包括了1997年那封信裡面的憂慮，包括了 At Two 你也是的眼淚，包括了不會有台積電之前的那5個字，沒有李國鼎的推動，一個一生經營計算的人，最後選擇不藏任何東西。”這是我能想到對一個作家最高的敬意。他寫完了，他的一生毫無保留。所以今晚不說再見，我們說致敬。張忠謀先生，謝謝你赴了1985年那場跟命運的約會。你在台灣找到了你的命運，你也改變了台灣的國運，但是很抱歉，我們沒有接住這個改變。謝謝你1997年寫了那封我們遲到27年才讀懂的信，願你復健順利，繼續每天看你的書。至於那封信，它現在已經不在蕭萬長的桌上了，它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桌上，7個處方，6個還欠着。真的很無奈啊，對不對 ？ID 寶咖咖說，抖一個支持朱大，大家聽課之餘別忘記隨手先按讚。跟我們現在已經有1半左右的觀眾是在直播完之後才聽，顯然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有聲書平台了，所以請各位把它分享出去。直播時候沒來沒關係，但是那個內容呢，值得多聽1-2遍。你也可以幫助把這一本書當做，謝謝 Fan 送了一個牛肉麵，你也可以把這一集呢當做對張忠謀自傳的上下2集的導讀。那但是看書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請各位認真的看。這個 HN 令說本集讚，還有網友說，哎，你聲音怎麼搞得變成這樣？那你是過去3天都沒來聽，之前還更慘的。但是在小弟拼命喝蜂蜜，然後一路壓制我的喉嚨發炎的狀況之下，終於現在比較好，可以開始慢慢講話。劉梯兩說，年輕時總覺得老人掌權太久，早該交棒，如今卻覺得自己不敢把決策權交給年輕人。我想我真的老了，但是我看到那本書，我反而開始想，哇靠，他60幾歲才開始衝鋒，我也才50出頭而已，我還有機會的。來，我們剛投票的內容是，你知道當初台積電為什麼建立嗎？是因為第一個投票的是因為李國鼎有89%人投，因為李國鼎、孫玉璇多次拜託張忠謀回台。事實上，張忠謀在之前沒在台灣住過，他也許有住1-2天回來視察，但他從來對台灣是沒有任何的情感的。華哥說，好奇他喉嚨怎麼會這麼快好嗎？記得要去補課哦。還有記得要買蜂蜜，我們最近還在瘋狂的寄蜂蜜，剛進到紙箱都沒有，要跑去找陳艾倫領。來，各位，今天的內容呢要結束了，我們3句話講完就收工，就來投票了。各位還是一樣啊，這個我們的狗皮膏藥啊，1元不嫌少，100元不嫌多，還是開開心心的跟你走。那也很開心看到張忠謀的幸福人生啊，很無奈的是這樣子啊，7味藥，7個處方只活了1條，活着那1條還是病人自己救的，一個人兌現了1條，全島一起欠了6條，神山越高島越空啊。
非常感慨。來，今晚3句話收工。第一句，真相總是傷人。先知在1997年就已經把處方簽開好了，而包括我在內的整座島笑他笑了27年，把各種各樣的事情丟了，不管他。有網友說，問題是現在還有救嗎？打倒了民進黨，只是阻止繼續惡化下去而已。現在不一定有救，但是你自己有救，你自己有了更多的知識，了解了更多的狀況，不會跟着挺戒嚴，不會跟着韓國的極右派起舞，你就有希望了，你就有希望了。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想辦法把這個希望傳遞下去，給你的家人，給你的朋友，給你的下一代，甚至你的下下一代。第二句話，等價交換。李國鼎用政治生命換來一座神山，我們這一代用一座神山換了15%的關稅，換了選舉的提款機，換我們還有台積電這句安眠咒。等價交換從不賒賬，神山的高度就是我們欠他那6味藥的深度。第三句，留給94歲的寫信人張忠謀，科學終將勝利。你信裡面的第3個處方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，剩下6個處方，該輪到毒性的你跟毒性的我了。我是朱學恆，今天萬事通事務所的節目在此結束，我們下次見。CFA 嗆說收到了酷泰科的這個電池，那個很好用啊。所以你們要好好的用，要珍惜這個機會。然後最後呢，我再看看有沒有什麼抖內沒有念的。我一邊看看有沒有對岸的網友抖內，我一邊說今天的要投票啦，各位就來了最后的投票環節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好，講的也好，請按1；如果你覺得今天內容好，講不好，請按2；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跟講都不好，請按3。那這個網友說，現在是台積電的沒落啊，是萊爾校長的功德嗎？我不知道啊，什麼情？謝謝你的抖內，但是他那個昵稱跟 ID 我實在是不知道到底怎麼樣。然後什麼爸？謝謝你的抖內。我看一下支付寶有沒有啊？支付寶有這個什麼哦，什麼什麼學說沒有？你支付寶問的，我就不要公開回答。沒有，因為我沒有通知任何人，我幾乎沒有通知任何人。算了，不重要。來，這個什麼什麼明說不錯，講得很好，謝謝你用1塊錢鼓勵我。來，好啊。所以各位，明天是什麼題目？明天我們要講，哇，明天是美中對抗的樂觀視角啊！各位，我們不要老是只會唱衰美國嘛，美國人自己也覺得我媽超棒的，我們超讚的，一定有機會，讓我們來講一講美國的發展怎麼樣？你只看一個方向，一定會偏食，一定會偏廢，所以是這個樣子。酷泰科真好用，對不對？好，各位趕快下單。還有我們的那個什麼，為什麼盒子用完了？因為烤玉米一次訂10包，所以很大，所以請各位趕快下單。這烤玉米相當好吃。好了，謝謝各位都投票投完了，對不對？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說再見，而且那目標也過了。禮拜天的中午我們會做節目講台菜，順便介紹我們所有帶貨的商品，就是這樣子的。華哥說有些事情不用硬求朋友，真的朋友自己會出手幫忙關係啊，不用講，君子絕交不出惡言。我們就開開心心跟各位說拜拜了，好不好？拜拜拜拜。